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玩小周。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测评内容呢，是来自于 Marvel Legends Canvas 系列里面的眼魔这样一款角色这也是我第一支收到货的这样一个这支系列的一只人偶也不算人偶吧，这算一只怪物在这一套里面，我其实只预定了红坦克和眼魔这两款角色，因为我对大家伙和这种异形的同比例的玩具是非常痴迷的。OK，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还是从合会开始说起吧。OK，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合会，那么这支的合会是和这一个系列里面的其他所有的盒子是不一样的，它整体是采用了一个纸盒的方式，并没有透明开窗这是因为它打开之后里面的一些零件是比较琐碎的，如果用透明开窗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个的效果好可以看到正面非常大的一个眼魔的标志这边一个大的眼魔在游戏里面的画面有像素风的一个例会，然后这边是 Canvas 的一个大的一个标志，然后我们来看到这边可以看到这个也是像素风的一个例会同时这边有一个小配件的，这个是实体的照片了这个是它一个小道具。然后来看到另外一边同样的这边是眼魔的一个玩具实体，后面还是同样的例会。然后我们来看到背面，然后背面的话是它大战银武士的一个画面，然后可以看到这边 You win 你赢了，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配件以及主体的一个展示。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主体的表现吧。OK， 那么我现在已经将主体以及它的配件给拿了出来，可以看到对于眼魔的配件来说，它还是比较少的，只有一个这样的球，应该是它发攻击的一个球。而后可以看到它身上的几个触手都是软胶材质，待会儿我会给大家拿近了看一些。然后值得一提，拿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分体的一共是6只触手，然后3-3成对是一样的一个形式一共有2种，一种是这种弯的章鱼触手，而另外一种是这种曲线的章鱼触手各有3只，然后凑成6只。然后我的话是将它们隔开一一排列，然后这样组装。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组装方式这也就不说了。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先从配件开始看起吧。那么这次的这颗球体配件，我个人认为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上面的一些那个生物的一些科技的感觉有做到对，然后这个尖刺其实是塑料感比较强同时这边的一个眼球一些细节可以看到它是防眼球的一个细节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里面一些红血丝包括瞳孔可能它的立体感就没有它身上的那颗眼球这么强烈。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主体吧当然我现在先声明一下，他做这些动作其实是没有想象中那么方便的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健身玩具我把玩它的时候，我个人的感受甚至于会和吞星差不多因为它身上的一些这些触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掰它里面是一些铁丝，也不知道还是塑形条什么东西是比较硬的同时它运用的这个橡胶其实也是比较粗的一个橡胶，是比较厚的橡胶，所以它的回弹会比较严重。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将它掰成直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我现在把它反过来掰一下，看它这样就会有比较大的回弹，你必须非常用力将这个塑形条进行1到2个关节的折叠，它才能做到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个弯曲，不然它的回弹其实非常难以把控的。然后我们就来看到一下本体的一个素质吧，我将这些触手全部打开。那么刚刚触手其实我们稍微说了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说一下它的涂装。那么先说到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眼睛上的一个细节吧。那么现在我是将它的2个眼皮给翻开，然后你就看到眼睛当然这个眼皮的这个设计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让眼膜更加生动这样眯起来或者稍微张开一点，或者直接张开到最大，然后这样看有点诡异而后我们来看到它眼睛里面的一个细节它是在眼球的外面附了一层塑料，这样看起来更有层次感一些。然后同时可以看到这个眼球稍微有一丝丝的浑浊，然后它的可动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的眼球的形式。而后我们来看到它眼睛内部的一个血丝状，和刚刚的一个配件相比其实就是放大了一些，但是它由于加上了可动然后放大之后它那些细节感还是存在的，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颗眼球的当然这个大怪物你看这样拿在手上非常的大，和我的手比一下，我的手其实已经算比较大的了。
而我们来看到它身上的一些其他的细节啊，同样的可以看到上面一些生物感的一些细节做的还行吧，稍稍有点肉，但是你放远了看，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在这个打光下面、光影下面，它这些细节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来看到触手，那触手部分啊，除了这个上面开始都是软胶以及塑形条的一个形式，然后塑形条其实基本上就到这儿为止就没有了啊，所以在上面的可动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它回弹非常严重，除非你在下面稍微弯一下，它可能从这儿开始会可以进行一个弯折，其他地方其实不太能弯折的，也就是它塑形条基本上就是这么长一个长度，这点我还是比较不满意的。那毕竟都做这么长了，你再延长点会怎么样呢？我个人认为这种玩具的一个可玩的体现就在这个触手上面，你居然没有给它全可动啊！这些触手到这儿就弯不了了，我个人还是非常不喜欢这个设计的。然后我们来看到触手的一些设计，不要看它这边有这么长的一个缝合线，那其实它是不能够进行这样的横转的。你如果想要将它横转，就必须将整根触手进行横转。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可动关节的，然后最大的可动是到这儿，然后到这儿。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触手的设计是外面有一层甲，然后下面是一些可弯叠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角度弯折，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所有的弯折的形式里面最好弯折的一个，因为它这边是做了一些层次的东西，让你更好的去弯折。而如果你这样弯折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我会感觉这个橡胶可能会有点支撑不住，你这样把玩多了，它可能会有开裂啊什么的。你看这边都挤压在一起。同样的后面给它拉开，那这就是它的主要的一个问题，以及我把玩时候遇到的一些痛点吧。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购买建议吧。因为这一只对于它的可动和它身上的一些细节，其实我刚刚都已经混为一谈的跟大家全部说过了毕竟它的素质大家也是一览无遗，再加上它的配件比较少，所以也就没有了可动的环节因为这些触手如何测试可动，其实测试一只大家就知道了。OK， 那么经过我刚刚的测评呢，大家对于这一款眼膜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初步的了解对于它的可动来说，我个人觉得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而对这个角色的呈现吧，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毕竟对于这个眼膜这个角色，我是在《奇异博士2》这样一款电影中才第一次接触到这样一个角色在漫画中估计他应该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角色，只是打怪中的一个角色，而对于游戏中他估计也就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吧，看起来就不是非常的强大但是呢对于这样一款角色的诠释，我个人觉得他还是做到了令我满意的一个程度毕竟这种异形的怪兽玩具还是比较看玩家自身的接受程度其实大部分玩家对这个是不太感冒的，但是也有小部分玩家是比较喜欢这种异形的玩具，就比如说买大家伙以及吞星时候的一个心理状态吧将它拿到手上，将它和一些其他人偶给搭配起来玩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玩具在这种感受之上，我们再来谈它的价格我预定的时候呢是在300左右的一个价格而现在现货的价格其实是稍稍有些上涨，相对于预定来说是400左右，比较便宜的话就370、380这样一个价格再低的话就是比较难去找到了。那么现在看来它的跌价趋势是不太有的，而涨价的趋势也是比较渺小一个状态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一个特别怪的角色。OK， 那么这就是我的购买建议希望大家买到自己喜欢的玩具。这里是魔玩小邹，1.3年是我更新的动力。